书接上回，武田集团破产，你的多年经营付诸东流。正在寻找新公司的你回忆起了当初加入武田集团的契机。拥有良好出身的你，以前也是在当时的顶尖大厂之一金川演艺事务所中就职。当时金川演艺事务所的会长金川议员，甚至兼任了东日本商业联合会的会长，被称为即将问鼎日本首富的男人，权势熏天。但是就是这样的金川家，却也在出征织田家的战争中遭到了极大打击。不知道是不是金川议员的演唱会效果不如织田信长的。总之，议员战败身死，烂摊子丢给了他的儿子金川世真。你想起那时在金川世真下面修补破船的种种经历，不禁陷入了回忆中。这里是巫女花散里，记得先点赞关注哦。当谈到金川世真时，普遍想到的印象都是他拜送了其父金川议员建立的强大基业，是一个无能的富二代。一般来说，人们认为他过于沉溺于京都公家贵族文化中的廉歌和蹴鞠，反而怠慢了对国政的经营，最终导致国破家亡，以至于屈身家臣之下。但是实际上，金川世真足够的努力，也没有什么明显失策，而是统辖间之战后，金川家的框架崩溃，导致了后面一系列的失败，就如同鸦片战争之后的清朝历代帝皇一样。显然，金川世真的表现称不上圣君，但也绝不是昏君，甚至有能君的迹象。但个人的力量终究无法对抗时代的进程。这段时期和金川家有关的大变故，可以参考统辖间后金川家的视频。今天作为战国社畜系列，我们主要聚焦更具体的事情。金川议员战死之后，金川政权内部变得动荡不安。临危受命的金川世真其实早就已经继承了家督，负责常务工作，也算是有充分的运营经验，积极行动以维持国政的运行。同时，作为金川家新的话事人，他必须利用金川议员留下的遗产，采取必要的外交、组织改革和大刀阔斧的建设等措施，来使事业回到正轨上。用现在的话说，金川世真的工作主要是事业再生，就像前芝亚下野之后接管瑞幸咖啡的郭锦衣一样。然而，金川世真无法控制内部动荡，资源也有限，松平元康也就是德川家康乘机独立，又引发了山河和远江国众的背叛。同时，同盟者的武田信玄也在观望金川家的状况，企图趁火打劫。当时还在金川演艺事务所中工作的你也感觉到，上层的决策朝令夕改，一直处于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疲于奔命的状态。在现代企业中，在繁荣时期，大部分的企业都会采用各个领域扩张的多元化战略，但是随着市场环境和经济的波动，盘子越大，蒙受的损失也就越大，尤其是缺乏管理资源的时候。正如在统辖间后金川家视频中提到的，统辖间之战不仅没了金川议员这个顶梁柱，更有583人殉主，直接导致金川世真不得不任用能力或者忠诚心有问题的家臣担任要职。平心而论，金川世真一开始做得还不错，果断放弃了山河国这种议员时代才扩张起来的还没有造好核心的领地，也迅速削弱了各封地力量，把剩余的武士集中到自己麾下组成远征军。伴随着对北条武田两家的边威胁边拉拢，实际上金川家的局势成功稳定下来。世真所做的就是典型的选择集中策略。金川家本来是足利氏的分支，而且是一支对幕府将军的位置有若宣生权的名门望族。室町幕府曾经明确表示，如果足利本家断绝，则由吉良公方接替为新的足利家；如果吉良公方也断绝，则由金川家接替为新的吉良公方，可见其显赫。在金川世亲作为家主的时代，金川家正式创业，他按照国分法的原则制定了金川假名目录，这标志着金川家将自己认定为一个大名。所以金川家之所以如此壮大，其原因就很简单，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大型国企改制出来的独立公司，本来规模就很大。金川世亲死后发生了继承权战争，最终金川议员取胜，成为金川家新的家主。他取胜的方法称不上多光彩，是借用了金川家的宿敌武田家的军援赢得了战争。但这之后的事情就能看出金川议员确实是一代雄主，他与武田家进行了有效率有成果的和平博弈，金川家和武田家的底层矛盾变成了可以被搁置的话题，并且他成功说服了金川家传统盟友北条氏也接受了武田家，三方组成假象郡同盟，基本处于在东日本无敌的状态。后来连古河公方的话事人北条家都愿意承认金川议员这个带头大哥。这里有一个明显的反例，就是上杉景胜，他也是借用了宿敌武田家的力量继承了上杉家，但是一起面对织田信长威胁时，上杉景胜就没有办法和武田胜赖形成合力，新同盟带来的实际利益并不多，和金川议员比可以说是高下立判。解决了后方问题，金川议员的下一步也很冷静，他把向山河扩张作为中期企业使命，
实际操作却非常的稳健。他选择先优化组织结构，提高金川家的管理能力上限。和武田集团虽然分了亲族和家臣，但是核心成员都统一放在项背中的做法不同。金川议员采用了双轨制，他在金川世卿建立的金川假名目录中新增了21条，用于拓展金川家对家臣的组织上限。同时，议员加强了对金川家亲族的控制，向亲族优先分配资源，但是这些亲族必须服从本家的统治。所以在金川事务所，很遗憾的，执掌最有赚头部门的基本都是靠血缘，也就是这一时期投简历成功入职了某个亲族的大型事业部之校，然后发现职业天花板也没有比边缘部门高就算了，他妈的打仗还要冲在前面，非常的悲催。唯一的好处可能就是有机会看议员会长跳舞吧。虽然都是先军政策，但是金川政权的组织方式还是明显比武田政权更多的考虑了非战时期的生活。大规模的提高组织上限，显然不仅仅是为了三河，吞并尾张一定也在金川议员的考量之内。你当初看到的职业天花板却没有离职，很大的原因就在这里。据说到时候只要完成对松平开发和织田集团的收购，金川事务所将会成为与头号央企三好投资银行比肩的庞然大物。议员会长承诺，到时候约定的干股全部兑现。统辖间之战后，金川家的人力和财力都遭到了巨大打击，金川市政必须高效率地利用剩下的资源，投入到最有必要的地方。他选择了稳定骏河周边的战略，将资源高度集中起来。由于织田信长迅速将矛头转向了北方的美浓国，并没有大量蚕食金川家领地的意识，金川家只要能恢复组织度，基本还是有可能回到统辖间之战之前的地位。这让金川世真看到了中兴的希望，他决定优先维护甲相郡三国同盟，向北条家派出援军抵挡上杉谦信，努力改善外交关系。而对于国内，金川世真也开始了大刀阔斧的组织和制度改革。他重新设立了家臣们的职责范围和汇报关系，以解决官僚不足的问题，颁布了德政令，以安抚目睹了战败的平民。大量新修基础工程，以在官僚不足的情况下保持军事的组织度，还比信长更早地将全领地都改为自由市场。这些措施让金川政权的领地内迅速稳定下来。另一方面，他接受了家康自立为大名的事实，委任家康回到冈崎城代管西山河，以对抗信长。不过家康想要的不是独立出来成为大名，而是要成为自立一家的独立大名。刚开始，金川世真还试图赶情收买三河武士集团，但是他们面对的来自信长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山河众的不满不断的喷发。不过好歹金川世真也是德川家康的主君，拥有天然的优势，山河众还是更倾向于站队金川世真。直到世真出了个昏招，他向武士们要求新的人质，山河众直接掀桌不干了。即使必须要和世仇的织田家结盟，山河众也更多的选择聚集在德川家康的旗下。面对这种情况，金川世真直接断臂求生，放弃了山河国，转而把山河国支持金川家的势力接回郡府，然后全力镇压远江的叛乱。在这一时期，金川事务所的武士可以说是要精神分裂，昨天是外派工作，今天就要回总部；昨天还是派遣社员，今天突然就扶正了；昨天是盟友或者分社的人，今天就成了敌人，想必是一片混乱。虽说金川家断臂求生的选择很果断，远州的叛变迅速被平息。然而，这一切暴露了金川家的实际有效统治范围，已经缩小到了郡和一国。武田信玄看到了这一切，确定了之前的一切都是金川世真在诈唬。金川家其实已经没有战略缓冲力量，下定决心之后，信玄要斩断和金川家的同盟关系，也就是他的储君武田义信和金川世真的妹妹领松院的婚姻关系。大部分情况下，这就是把对家来的妻子送回去就完事了。但是信玄为了让内部亲金川派死心，以谋反嫌疑为借口，命令武田义信切腹自杀，直接太子祭天，实在是狠人。还是上杉谦信说的对，武田信玄的做派已经不能算是人干得出来的事了。那信玄这次这么狠，肯定是挡不住的。金川家最终被武田家逐步蚕食，最终被旧家臣德川家康所灭。回想起来，你觉得当初的老板金川世真其实并非传言中一般的是一个偏爱京都文化而荒废了内政导致政权灭亡的无能大名，他已经用有限的资源致力于领国的经营。更重要的是，他的对手个人能力实在都太强了，输给织田信长、武田信玄或者德川家康似乎都并不丢人。如果世真积极的介入武田义信的事件，并且果断将武田家也作为假想敌，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你知道其中利害，却不知道二者真实的博弈，
所以你感觉当时还是幸选棋高一招，这也成了你跳槽到武田集团的契机。你当然不知道，后来金川世真成了德川幕府中与京都贵族构筑关系的最重要的角色，金川家也因此成为了掌管德川幕府朝幕礼仪的家族。更不知道你纠结的跳槽目的的这些大名们以后会如何发展。只是你吸取教训，加入金川议员公司和加入武田信玄公司2次教训，让你明白，再厉害的人终究有不可抗拒的灾难。反而那些能力出众的雄主会将公司带向风险。你确信一直赢不是赢，不跌跟头才能笑到最后。这次你要去一个安稳的大厂干到退休。于是这次你进入了多年屹立不倒的底盘业务十分稳健的北条实业。欲知后事如何，别忘了点赞订阅啊！我们下期再见。